关于自己的身世和母亲的经历，范闲有很多的不解，比如他自己的名字。范闲去庆余堂，掌柜的说，叶青梅在离开前曾跟他说过，如果他活着，他的孩子姓什么不一定，可死了一定叫范闲。庆余堂的所有人都对他毕恭毕敬，认他为少东家，也只因他叫范闲，这让范闲特别的吃惊，也让我们很困惑，这叫什么事呀？在外人看来，范闲是范建的儿子，姓范没什么奇怪的。可范闲后来知道了自己是庆帝的儿子，母亲在他刚出生就已经去世了，是武竹遇到陈萍萍，建议把他带到范府。陈萍萍和武竹根本不可能预知叶青梅会被杀害，否则不可能离开京都。可叶青梅怎么会预知这一切呢？想起第1季的时候，范闲看到母亲留下的箱子，其中第3层是留给他的。信中他直接就叫他范闲，当时他诧异，不是因为他姓范那时还不知道身世，而是母亲直接就知道他叫范闲，而且还是个儿子。对于性别，作为现代人的叶青梅可能通过什么科学手段知道这一切，但关于他死了，儿子叫范闲这事确实透着一股奇怪的味道。小竹觉得这是最大的可能，就是叶青梅预感到他跟庆帝的理念越来越不同，而他的实力也越来越强大，不再是当初夜夜爬太平别院的墙来见自己的那个少年郎了。随着庆帝的根基越来越稳，他对叶青梅的忌惮和恐惧也越来越深。叶青梅可以在千里之外打死他的2位兄弟，而他给自己练的霸道真气却一度使他身体受损，甚至瘫痪。可叶青梅却告诉他，他也没有办法，不知道怎么解决。看着他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，庆帝可能觉得叶青梅想去负刘子，这其实真的很冤枉叶青梅。叶青梅想生下一个孩子，可能他对庆帝有好感是一方面的原因，也有可能是试验需要，但最有可能的答案，他在给武竹的信中已说，他太孤单了。在庆余年的世界里，没有人能够理解叶青梅的思想，没有人可以真正的跟他交流，也没有人听懂他的内心。他们不是膜拜，就是感激，要么就是忌惮和仇恨。可是这些庆帝看不到，也不懂，甚至可以说，即便叶青梅告诉了他这些，他也不相信。他只看到叶青梅对自己的威胁，还有他无所不能的可怕。他曾在监察院的石碑上写道，我希望庆国的子民每一位都能成为自己这块领土独一无二的王。这话对于封建社会的王来说，恰恰就是最不能容忍的。庆帝慢慢准备除掉叶青梅，将陈萍萍和武竹调离京都。也许叶青梅察觉了，便偷偷托孤给范建和范老太太，还提前取了名字。作为一个有现代思维的人，叶青梅不屑于封建社会的3、6、9等，她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。所以如果孩子平安生下，她会根据情形给孩子安排未来，不一定姓李。同时她也觉得，如果他死了，那一定是庆帝下的手，那么将孩子姓范才有可能存活下来，所以他才预知孩子可能叫什么，因为已有安排。在给范闲的信中，他直接写了范闲，说明他基本上已经肯定了自己会遇害。可在已经强大的王面前，他也无力保护自己。为男主范闲的母亲叶青梅是很多人的白月光，陈萍萍用生命为他复仇，范建为了救他的儿子，不惜牺牲了自己的长子。就连剧中的战力天花板4大宗师，可以说都是叶青梅成就的。庆帝，首先就是庆帝了，他和叶青梅的爱恨纠葛是观众津津乐道的话题。当初庆帝还是成王世子，是叶青梅扶持他登上了帝王宝座，叶青梅还给了庆帝霸道真气的秘籍，帮助他成为大宗师。不过霸道真气的修炼速度缓慢，还需要一个破而后立经脉尽断的过程，因此庆帝年轻时还没有达到大宗师水准。因为霸道真气修炼的复杂，庆帝一度误会叶青梅，这也是两人产生隔阂的原因之一。四顾剑，然后是4大宗师里另一位背锅侠四顾剑。叶青梅拯救了四顾剑，如果不是叶青梅和费介的话，四顾剑或许还是那个痴傻之人。叶青梅给了四顾剑一套剑法，费介治好了四顾剑的痴傻。有了叶青梅给的剑法，天赋异禀的四顾剑短短几年就成为了9品上的高手。之后四顾剑屠戮虐待他的家人，唯独放过了弟弟银子。复仇后的四顾剑领悟不为外物所动的意志，成功进入大宗师境界。屠戮了家人的四顾剑却用余生守护了东夷城很多年，临终之际也把剑法和东夷城都给了范闲。
算是偿还了叶青梅的恩情。3. 苦荷，然后是北齐的大宗师海棠朵朵和郎陶的师傅苦荷。在萧恩的回忆里，他年轻时和苦荷历经千辛万苦，终于找到了神庙的位置，正好遇到了从神庙出来的叶青梅。原著里当时他被神庙使者追杀，苦荷出手帮忙，结果被神庙使者一击重伤。叶青梅给了他添一道心法，苦荷因祸得福，经过了刻苦的努力修炼后，苦荷也跻身大宗师境界。范闲因为悬空刺杀真气消散，也是靠着海棠朵朵带来的添一道心法才恢复了修为。4. 叶流云，最后是叶家的守护神叶流云，在庆余年2最后一集登场。叶流云严格来说是因为五竹才成为的大宗师，五竹是叶青梅从神庙里救出来的，所以也可以说叶青梅间接帮了叶流云。叶流云和五竹大战一场后，大彻大悟，弃剑换掌，练就了一套可怕的流云散手，也迈入了大宗师境界。不过叶流云的牵挂太多，无法隔绝人世间的爱恨情仇，因此境界和庆帝等大宗师比还是差了一些。叶流云最后一集还帮范闲恢复了真气，能看出他人还是不错的。4大宗师里，叶流云的结局反而是最好的，他后来和费介一起云游天下了。叶青梅为何自己不练？既然叶青梅有那么多绝世武功的心法，还成就了4大宗师，为什么他自己练这些武功呢？第一是叶青梅的日记说过，他受到的辐射太少，所谓真气就是辐射，所以练不了，这个原因真是扎心又搞笑啊。第二是叶青梅有很多的黑科技，像是巴雷特等热武器，还有五竹这么厉害的贴身保镖，可能也没有练武必要。